Hello，大家好，Big Joe here。那我是 Google 的一个产品经理，那我的英文名呢叫做 Joe，然后因为我个子比较高呢，从小被称为 Big Joe，然后这个 Big Joe 传着传着呢，就变成了中文两个字叫大舅，所以在硅谷呢，大家叫我大舅。叫大舅。那我开这个频道呢，主要是给大家分享关于产品经理、关于职业发展、关于个人成长等等话题。所以对这个，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最近呢，我有很多的机会去各大高校做演讲、做分享，然后呢，被他们邀请呢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首先第一个呢，是我参加了这个伯克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这样的一个 case competition 的一个 judge。然后呢，他们呢，很多人很喜欢做产品经理，所以呢，他们组队来怎么样呀设计一款产品，然后我来给他们打分，然后给他们一些评点。第二个呢是 UC 戴维斯，那么也是在湾区不远的一个学校，那邀请我呢去做一个1对1的这样一个分享，也是关于产品经理，关于个人成长。第三呢是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和斯坦福大学中国学生联合会，那邀请我呢作为一个 panel 之一，我们几个人一起去做关于产品经理这样的一个分享。那所以最近呢很有机会跟大学生做这样一个近距离的交流。那今天呢，我想一想就这个话题，跟各位大学生做这样一个分享，给你们怎么样呀？三条建议。好，我给大学生朋友的第一条建议是什么呢？第一条建议就是就像我去你们学校做这样一些分享一样，你们呢要多多参加这些和业内人士进行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比如说，如果你们学校就像斯坦福、伯克利、戴维斯这样子的学校就在湾区的旁边，那么你们要经常去跑一跑湾区里面，跟湾区里面的人进行各种各样的 social。那如果你是在西雅图，对吧？那你就可以经常去跟微软的人、跟亚马逊的人做这样一个交互。那你在纽约、波士顿等等地方也是一样。比如说，我觉得上次我去戴维斯做活动之后，我跟他们讲了，我会去斯坦福做这样一个分享，我会跟其他的几个非常优秀的产品经理，比如说 Salesforce， 比如说 LinkedIn 的产品经理做这样一个分享。那么他们就真的怎么样呀？他们就真的是组团从戴维斯跑到斯坦福来听这样一个分享。我相信对他们是很有帮助的。戴维斯虽然是在我们湾区的边上，但是他们开过来可能需要2小时，开回去还要再需要2小时，所以他们来一趟其实很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他们做的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利用你们的怎么样呀？地理位置优势。如果你们学校不是在像湾区、在西雅图、在纽约这样的一些科技中心的这样的位置，怎么样呢？第一个，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有人去你们学校做这样一个分享，一定要去参加，一定要去和他们互动。你们会学到很多业内的知识，业内的很多的经验是在课本上，在学校里面是学不到的。就好比说我前段时间回我自己的母校，做了这样一个关于产品经理的这样一个分享，是在我们的 MBA 的课堂上。那么不仅有我们 MBA 的学生，我们甚至还有 MSBA 的学生，甚至还有 EMBA 的学生都过来听我这样的一个分享。我觉得他们这样一个想法是非常对的，是能够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应该是难得有湾区有这么远的产品经理去到亚特兰大给他们做这样一个分享，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情。这点呢，我也再稍微插播一句，就如果你选学校去留学，不管是本科还是 MBA 还是别的什么专业，地理位置真心重要。去跟你想要去的行业有关系的地理位置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能来湾区，如果你能来西雅图，如果你能来纽约，只要是你想做 tech， 那这些去科技中心的地方留学，你们会有大量的能够和业内人士交流的机会，这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呢，跟他们交流之后，不仅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然后还可以怎么样呀？还可以 follow up。比如说，大家看到我这样的一个节目，从前几期开始，我们就开始怎么样呀？我们开始有英文字幕。那你点击下面的 CC 按钮，如果在 YouTube 上的话，就可以打开我们的英文字幕。那这个英文字幕是谁做的呢？是我当时去伯克利演讲的时候招募的一位小伙伴，就是当时我们参加 case competition 的这样的一个学生。那么他呢，就是跟我 follow up， 然后呢，成为了我这个频道的一个志愿者，帮我怎么样呀，做这个英文的字幕。那与此同时，他也能够更好的怎么样呀，进入到我们整个湾区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里面去，能够和我们的小伙伴们、我们志愿者们打成一片，能够更好的、更多的获得更多在湾区的信息。
怎么样呀？所以你们也可以这样做。如果你们有机会跟业内人士交流的话呢，你们怎么样呢？你们要去 follow up，然后呢，要么是呢做点 informational interview，或者呢试着做一些 volunteer 的事情，这样可以帮助你更多的去深入的 network 到业内去。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很多学生我看到他们想问题啊，有一点点怎么样呀？还是局限在学校的这个环境。比如说我去伯克利做这个产品经理的竞赛 product management 这个 competition 的这个裁判的 judge 的时候呢，我感觉他们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跳出这个学生的这样一个框架，他们的很多产品还是在想说，我怎么能够解决校园的问题，我怎么能够解决这个学生的问题。那比如说很多是什么食堂的问题呀，什么租课本的问题呀，什么这个学生参加活动的问题呀，等等之类的。希望呢，各位同学呢有机会去思考一下你们学校之外的问题，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思路全都限制在学生这个环境里面去，不要限制在学生环境里面去。希望你们怎么样去多看看业内，多看看这个行业里的信息，多关注行业的新闻，然后呢，作为一个用户，对行业里面非学生的产品做更多的思考。我觉得呢，这是我看到的很多学生在做产品经理的这样的一些 case 啊，或者这样一些准备上的一个局限。这个事情呢，对你以后做产品经理的求职，包括你去面试的时候很有帮助的。如果说这个你跟别人面试的时候，你谈到产品都是只在学校里用得着的产品的话，很多时候呢，面试官会觉得你想的太狭窄，你对业界不够了解。所以呢，你要经常去想一想，业界其他人的使用的产品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要紧盯业界新闻，多看业界新闻。除了看业界新闻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最好是能够自己做一个小产品。这个产品可以是任何的东西，给你一点机会去在产品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路上呢，积累一点经验，去做一点事情。不管是对是错，首先我觉得当时我去伯克利，他们去参加这个产品竞赛这件事情就非常好，我认为是非常值得认可的一件事情。那你也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曾经创办过一本在线的日本音乐杂志，叫午前音乐公园。那这个杂志我们当时做了10多期，也有不少的下载量。其实呢，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的这个角色呢，其实相当于这个杂志的一个产品经理。那么我去定位这个杂志，它主要什么样的内容，然后怎么样会有什么样的栏目，每个栏目里面怎么去做等等之类的，然后招募一个团队能把这个东西做起来。所以呢，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这个事情不需要是挣钱，也不需要是怎么样呢？是真正能够啊，真的是发布了，然后你有很多人用，不一定的。只要是能够怎么样呀？锻炼一下自己的产品经理的实力，锻炼一下自己的经验，就怎么样就足够好了。还是回来刚才那个话，你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不要只做学生产品，不要只做你们校园里面的产品，不要只做怎么学生选课呀，怎么租课本啊，不要这样子，做一点跟业界有关系、跟别人有关系的产品。然后有机会的话呢，试一下 monetization。这一点呢，我当年自己其实是没有做到的。我做过很多事情。我在大学的时候做过我们的院报的主编，我做过这个广播主持，我也做过音乐杂志的创始人。但是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从来没有想过 monetization， 没有想过说，我这个东西哪怕能够挣1分钱。我从来没想过，其实这是很有用的。你以后如果真的去做产品经理，在业界里面做事情，或者是你去自己创业，怎么样呀？你最终这个产品还是要想办法如何能够将它怎么样挣到一些钱，能够让它成为一个成功的可以 sustainable 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至少我从我自己读大学经验来看，我觉得我做了很多用户产品，但是呢，我自己没有尝试去做 monetization。我认为这点呢是我的一个遗憾。我觉得你们呢也可以尝试一下，看能不能做哪怕是一点点的 monetization， 挣一点点的钱。第三点呢，我觉得作为大学生来说，很重要的就是要选择一个你自己的道路。那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去了解你。那就我自己经验来看，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就尝试了许多的事情。比如最开始我想成为一个一个工程师，所以我学计算机这个专业。再后来呢，我说我想做科研，所以我还曾经想过要去读博士，我还去搞了很多 paper 啊什么之类的，想去写点 paper 啊等等之类的。后来呢，我又去做产品经理的实习，然后同时呢，我还做了很多的媒体，比如说我刚刚讲的这个广播台主持啊，比如说网络
杂志啊，比如说我们院报的主编啊、采访啊等等之类的，那知道自己很喜欢媒体，很喜欢媒体。那这个很多的尝试呢，到后面呢就奠定了我的这个人生的基础，就是我想做产品经理，我想做媒体类的产品，因为我是一个媒体人，对吧？所以我也希望你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你去多做点不一样的事情，多做去，多试试，然后让这些事情给你一些反馈，然后选择你怎么样呀适合做的事情，适合做的事情。好，以上3点就是我最近和各大高校的大学生交流之后呢，我想给大家的这样的3点建议。第一点就是一定要多和业内人士多跟他们交流，多 engage。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呢，试着去多了解业内的产品，而不仅仅是学校的产品，然后自己的试着做一点这样的产品，同时呢，试着 monetize 赚一点点钱在这个上面，赚一点点钱在上面。第三个呢，就是多尝试不同的事情，不管是比如说我做工程啊，这个研究啊，产品啊，媒体等等，你也多尝试很多不同的事情。大学是一个非常适合尝试，然后发现你自己 discover who you are 的地方。然后呢，通过这4年去寻找你的这样一个方向。那这个呢，就是我对大家的这样一个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回答问题的时间。那我们今天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嗨Joe，分析的非常通俗易懂，是不是可以聊聊科技行业里面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和 Product Manager 的差异？好，那这个呢，我觉得可以简单的谈一谈。那 marketing 呢，更多的呢跟 PM 是这样一个合作的关系，PM 主要的是什么样的？是定义产品本身，是定义我们要做什么。Marketing 定义的是什么呢？我们怎么将这个产品宣传到市场上去，让我们的目标人群能够知道这个产品，并且怎么样成功的获得更多的用户，获得更多的生意等等之类的。所以 marketing 更多的像什么呢？像一个向外的这样的一个职能。当然 marketing 也有另外一个职能，是把外面的信息收集过来给到 PM 这边做产品。所以说呢 marketing 更多的是一个公司或者产品和用户之间交流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产品经理呢 PM 呢更多是说我们到底是要做一个产品本身是一个什么东西，主要是这样的一个不同。不过我觉得 marketing 和 PM 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有一个非常大的相似之处是什么呢？就这2个角色都是什么呢？都是叫 cross function management， 也就是说他们都需要去管理很多不同的 function 的职能。就刚才我讲的 PM 要管跟这个市场有关系，跟销售有关系，跟这个研发跟这个设计都有，对吧？其实 marketing 它自己也是一样 ，marketing 其实要管非常非常多的不同的 function、不同位置的人。就比如说 marketing 它自己除了管它的自己的这个产品的这样一个宣传方针之外，它要管各个区域的 marketing。全世界它可能有很多部门都在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都有 marketing 的人士，怎么能让他们都很好的把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信息能够传到市场上去？所以 marketing 也非常考验这样的一个 cross team 的 management 和 communication 能力。这点呢和产品经理呢是一样的。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嗨Joe，感谢分享，有个疑问，性格内向，表达和演讲能力不强，这种情况是不是通过锻炼可以提升这方面的能力？这种情况怎么样？通过锻炼是没有办法的，能够提高你能力的只有一种办法，就是一定要给这个视频点赞。开玩笑，当然是可以怎么样呀？通过锻炼来提高的。首先呢，我想跟大家区分一点，就是性格内向和表达能力、演讲能力不强，这是两回事。性格是性格，能力是能力。这个以后如果有机会我再跟大家详细讲。我一直相信人要顺应自己的性格，要顺应成为你应该成为的那个人。但是能力是可以培养的，这2个事情不能够混淆。那我就说能力吧，就不说性格，说能力。那演讲能力和沟通能力我认为是完全可以培养的。我自己就有这样一个例子，以后有机会和大家做这样一个分享。那我的这个演讲能力主要在哪里呢？我是以前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呢，我长期参加 Toastmasters 演讲俱乐部，那我在里面待了3年，可能上台了100多次，然后我做过俱乐部主席，怎么样呀？我还参加过全国演讲比赛，拿过前3名。
我在100多次的上台的过程中，逐渐的提升了自己演讲的这样一个信心。我很相信这个能力真的是可以提高的。我看我当时第一次上台的录像怎么样，可以说是惨不忍睹，惨不忍睹，惨不忍睹。但是后面的话呢，就会越来越好。所以演讲沟通的能力完全是可以提高的。如果你在国内呢，我是确实很推荐呢，你去这个 Toastmasters 看一看。总而言之，就以我的体验来说呢，演讲和表达能力是完全可以提高的，可以提高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请记得给我们视频点赞，并且怎么样分享给你觉得可能会有帮助的朋友。然后，如果你想继续观看我们的节目，请记得怎么样呀？订阅我们的频道。有问题请怎么样呀？留言告诉我。好，我们下次再见。